没搞错吧？我应聘的不是秘书职位啊。魏无羡第一天到云深总部报道就傻眼了，而且这是蓝总经理的秘书，不会吧？我第一天来什么都不懂啊，不懂就学呗。人事部的同事云淡风轻地说完，极其礼貌地把魏无羡请了出去。能够到云深总部来工作，魏无羡很开心，爸妈也满意。但他明明是应聘营销部门，今天兴冲冲来报道就被告知安排他去做蓝总的秘书，去人事部理论还被对了一顿。魏无羡心情极差，只好拖着步子慢慢走向电梯，问了蓝总办公室楼层，极不情愿地去迎接自己的职业生涯第一站。虽说心里百般不情愿，但魏无羡也深知职场不容人性，特别是云深总部，不是他一哭二闹三上吊就能改变现状的。既然跟人事部理论不成，去蓝总面前抱怨也只是降低自己在对方眼中的印象分，不如就试一试能不能做好秘书。实在做不好，好歹努力过了，也过得了自己这关。蓝总，魏秘书到了。罗清扬轻轻叩响蓝总办公室的门。进来。罗清扬推开门，示意魏无羡一个人进去。蓝总好，我是魏无羡。魏无羡礼貌鞠躬，抬头一看，发现这个蓝总意外的年轻帅气。魏无羡，蓝忘机微蹙眉头，这3个字，您可以叫我魏婴。魏无羡脱口而出，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觉得对方是在嫌他名字太长，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主动要求这个初次见面的上司称呼他十分隐私的小名。魏婴。蓝忘机低声念了一句，似乎很满意。魏无羡在罗清扬那里拿到蓝总的日程安排，罗清扬事无巨细跟他交代秘书职责和注意事项。蓝忘机目前主要负责管理云深制药，罗清扬还不忘把公司相关资料交给他。魏无羡颤颤巍巍抱着一大摞资料，正准备回到位子上好好熟悉一下，蓝忘机就推开门说蓝启仁要召开临时会议，让魏无羡一起去参加。会上，魏无羡跟其他秘书坐在工作人员席上，拿着笔记本茫然地记录着会议发言。蓝忘机的发言材料似乎都是自己准备，魏无羡认真倾听，仔细感受他的用词习惯和逻辑思维。会议快结束时，蓝启仁抬头看向魏无羡，好像在无声地询问你是哪位。这是魏婴，我的秘书。蓝忘机心领神会，以后注意着装。蓝启仁冷冷说了一句，收回眼神，你代表的不只是你自己的形象，还代表蓝总的形象。魏无羡领会到了蓝启仁没说出的后半句话，低头默默将忙碌中不慎弄歪的领带整理好。下午，魏无羡又随蓝忘机前往云深制药视察，他拿着个小笔记本，一路跟在蓝忘机身后，蓝忘机和一众高管说的话，他都拼命记录下来。蓝忘机问他要资料的时候，他总会手忙脚乱翻找一阵。这模样不像秘书，倒像个求知欲极强的学生。云深制药的几个科长忍不住在后面偷笑。回去的路上，蓝忘机问了魏无羡几个关于制药公司的问题。魏无羡前期功课做得不够，只能支支吾吾说个大概，中途还翻了好几次笔记本。魏婴，这些要记在脑子里。蓝忘机叹了口气。魏无羡脸上发烫，心底涌起一阵挫败感。晚上，蓝忘机下班回家，魏无羡留在秘书室整理罗清扬交给他的资料。蓝总回国不算久，手上的工作也算单纯。魏无羡深吸一口气，确认了蓝总第2日行程后，就认真研读起资料来，并按自己的习惯进行分类归档。待地铁快要停运时，魏无羡才关上电脑，准备下班。即使回家，他也拿了笔记本，重温蓝忘机今日会议上的发言和在云深时说的话。我能做好吗？魏无羡合上笔记本，一头栽在床上，怀疑起了人生。魏无羡虽然聪明，但初入职场，云深制药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小企业，魏无羡专业也不对口，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为了跟上蓝忘机的节奏，他几乎天天加班，晚上回去也不闲着。这样拼命学习的后果就是他睡眠不足，上班迟到了。这天，魏无羡在闹钟响起5遍后才慌里慌张爬起床。坐地铁是来不及了，他咬咬牙去打车，没想到又遇到早高峰。待他一头冲进公司电梯时，刚好和蓝启仁撞了个正着。蓝董，魏无羡一口气憋在胸口，
大气也不敢出。蓝启仁瞥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但脸色却十分难看。蓝启仁的秘书也当没看见魏无羡一样，站在旁边目视前方，面色一样冷冰冰的。到了蓝忘机所在的楼层，魏无羡逃也似的从电梯跑出去，但走向秘书室的脚步却忽然迟疑了起来。这个点蓝忘机早就到公司了，而且最近他也多少听说了前几任秘书的遭遇。有个秘书仅仅迟到了5分钟就被蓝忘机开除了，他今天却整整迟到半个小时。自己大概再努力也达不到蓝忘机的要求吧。魏无羡忽然有些释然了。魏婴。就在魏无羡在走廊里拖拖拉拉要走不走的时候，蓝忘机从办公室走了出来。蓝总，抱歉我迟到了。魏无羡轻声说，没有之前的战战兢兢，只是心平气和等待对方宣判。走廊一个人也没有，十分安静。